我的媽！60萬進口 SUV 海南封關後貨價值35萬。海南封關不僅帶來商品價格下降啊，還會新增50萬個就業崗位。哎呀，海南經濟要騰飛了呀！兄弟們，恭喜海南島已經開始正式封關成功了。以後我們在海南讀書的學子們都可以光的說一句我們是留子了。當然，我這個在海南打工的牛馬也可以高階晉升為海馬了。但是我更在意的是我的傻瓜啊，意面湯、清補涼、炸串不要漲價哦！我去了，我真的在海口已經吃到了12份的炒粉了。海南，你真的有点背刺我了，我对你非常的失望，我在考虑明年要不要继续在这待了，真的非常离譜。我之前來的時候，我就在隔壁那個小地瓜上，我就發了帖子，然後我也刷到很多帖子，就是說有本地人吐槽說的啊，海南本地的這個物價非常貴，讓遊客走的時候投訴一下。我以為是局部的問題或者是段子啊，直到最近我自己開始做飯，我一看，我到超市一看，菠菜9塊8一斤，3個西紅柿8塊，我真是。海南都封關了，去吃個湯粉啊，還是10塊錢啊，也沒有看到送過蛋。很多人說封關了之後和香港一樣，我在海口做搬家，搬家費也沒有看到漲，好像對我們平民老百姓啊也沒有什麼變化。唱衰自貿港的和盲目捧吹自貿港的非蠢即壞啊，家人们！我作为一個在海南生活了好多年的一個新海南人啊，我和我媳婦都是，就是我們這2年生活沒什麼大變化啊，唯一大的變化就是基礎建設更好了。不要聽網上那幫基本盤狂吹，他腳踢新加坡，什麼拳打香港這那的，澳門這那的，我跟你說，10年之內發展不起來。近日，北京高調宣傳海南封關不是封島，而是把它變成一個模擬境外的經濟特區的升級版。官方甚至還高調稱要將海南打造成第2個香港。這話一出口就遭到打臉，因為自從封關以後，當地食物價格飛漲，例如菠菜漲到了32塊錢一斤，芹菜是25塊錢一斤，油條一根竟然也要7塊錢。甚至呢，有餐館公告，自從封關以後，小店早餐粉麵漲價1塊錢，這讓百姓直接傻眼。事實證明啊，在海口1個月賺2800，真的吃不死肉哦。這個是梅花肉啊？對，45啊。是的。快這條啊？好。這個多少錢？45。不要，豬腳多少錢？拿一半給你25。拿25啊？拿一半。今天這沙丁魚多少錢？25。這個魷魚嘞？這個33。都是多少錢？8塊5。茄子多少錢啊？7塊1斤。這個菜椒幾塊？7塊，要嗎？7塊啊。我昨天不是給大家錄了一個超市的菜價嗎？然後我今天早上，我現在是去菜市場買菜。我現在呢是在那個海口秀英港，那個港豐農貿市場。多少錢啊？35是吧？排骨怎麼賣？37嗎？那個牛肉怎麼賣？牛肉50，要8賣。50嗎？30是吧？今天這個生蠔多少錢呢？4塊一個。螺絲蝦50嗎？這個蝦呢？這個虎蝦呢？還有45。這個魷魚怎麼賣啊？20嗎？這個大一點的呢？鯇魚怎麼賣？22塊。朋友們，我來到了這個南北水果批發市場，讓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這個水果價格啊。我們去看看石檸瓜，石檸瓜現在5塊一斤了，之前還3塊多一斤，現在5塊一斤了。蓮、奶油貓山王22塊8一斤。看這個車厘子，和超市比起來怎麼樣？180，180，啊120这個3斤，40塊錢一斤。也有博主20號拍影片說，封關的第3天，海口香蕉一斤要4塊6毛8，國內香蕉一斤也只有1塊6毛8。出身海南的中國歌手趙柔柔也在微博公開表示，作為海南長大的她，不認為以前海南籌辦的國際旅遊島和這次籌辦的封關運作對海南本地人有好處，因為當地物價，特別是蔬菜和肉類明顯漲了很多倍，點外賣的價格都比中國其他地方要高很多，但本地人月薪呢依然是1800到3000塊，物價比深圳還貴，工資卻比深圳低大約是5倍。他呼籲海南降物價、漲工資，讓普通海南居民真正的受益。不過呢，相關貼文不久被網管刪除。眾所周知，海南經濟早年就已經經歷了一場換景。1988年正式建省以後，被劃為全省經濟特區。隨後，中國各地資金蜂擁而至，亞東海南可能成為東方夏威夷。然而90年代初，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再加上金融危機，海南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雖然2000年海南率先實行落地簽證，試圖吸引日本、美國、俄羅斯的遊客，
但美夢並沒有成真。如今高調封關，讓知情人不禁接力吐槽背後的真實的情況。海南封關了，什麼東西明顯便宜了？它怎麼可能會便宜呢？我看了半天新聞，封關第一天有什麼大的變化？老百姓排隊吃榴蓮，開玩笑嗎？那榴蓮便宜完了還70-80一斤，那70-80一斤那叫便宜嗎？那7-8塊一斤還差不多。再說那玩意兒吃多了好嗎？含糖量那麼高，也沒看它便宜啥？它便宜，它能便宜？海南那個地方现在限制它，影響它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物價高，物流成本高，包括我帶的貨好多海南都不發，它不夠運費的，总共賣個10塊20塊，它夠運費嗎？運費都不止20塊錢。你記住啊，只要是旅遊城市，它物價不可能低。大家可千萬不要說我去图便宜到海南去消費，你怎麼可能呢？海南的工資2000多，竟然還有人不相信。上次我發的一個視頻說海南的工資只有2000多，真的有人不相信。他在我的評論區下面還說，他給他們家保姆開的都4000多，怎麼可能有2000多的工資？你們告訴他，到底有沒有2000多的工資？評論區裡面打出來。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這個招聘？海南研究生月薪3000，本科學歷2700，扣除險一金還剩多少？在外省一個洗碗工阿姨啊，都比這個工資要高。通過這個新聞，你們可以體會到海南人民生活有多艱難吧？你說海南環境不好，我第一個站出來罵你；但是你說海南物價高，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海南至少有80%的人工資收入都在3000塊錢每月的這個範圍，去掉房租、吃飯、通訊、生活用品這幾項必須開支，口袋裡還剩500塊錢就不錯了。這位博主無奈地說，在海南生活生不起病，如果倒霉生了病，還得到處借錢看病，更不用說買房買車，活下去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也不知道那些所謂的專家數據是從哪裡來的，難道是海南人工資半路丟了嗎？還是海南太陽太大蒸發了？他很多次調侃來海南的人要記得投訴物價高，其實更多的是無奈，因為海南人這幾年真的是很難很辛苦。BBQ 咯，1樓也沒有人，夜市也沒有人，民族大門口。剛剛我在街上逛了一圈，在沿海大道這邊，然後呢，海南島封關第一天，路上的連個鬼都沒有，所有的路邊擺攤的全部不給擺了。所以說，封關給普通的老百姓帶來什麼？大家慢慢去想一想。這個自貿港今天是封關的第3天，站在我一個平民老百姓的角度去看有什麼變化。首先第一個變化就是我發現我們家六康都門口那一些移動擺攤呢全都不見了。昨天我想買手撕雞居然沒有，還有那個涼拌菜都沒有，還有那個新家人在賣的那個烙餅也都沒有了，門口上乾乾淨淨了，因為自貿港之後不給擺了。我要跑路了，海口現在實在待不下去了。偽3線城市，超1線的消費，工資低，消費高，創業環境現在還差，網約車比私家車還多，夏天出個門現在堪比大片，包到你自己親媽都不認識。三亞的椰子價格現在可以追上星巴克，那喝的不是椰汁，喝的全是感覺。夜市的裙子開價80，網購25。海南，你給我聽好了，我今天罵完你，明天記得給我控制物價。北京官方喊着要把海南打造成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但卻要求地方堅持黨中央統一領導。這也不難看出，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之下，海南封關操作明顯是中共的一個開倒車的信號。未來海南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樞紐，反而會淪為中共權力控制下的經濟溝道。也有博主指出呢，海南封關紅利早被某些人吃盡，到頭來吃虧的還是傳統的企業與底層百姓。也有人吐槽，習大大已經成為了制造爛尾工程的名人。海南封關了，普通人有沒有什麼發財機會？兄弟，就我跟你講，就你這反應速度，我跟你講，海南現在封關了，跟你一點發財機會沒有。如果你想從海南封關尋找發財機會，對不起，現在開始你就是韭菜。就是你知不知道海南封關的事是幾年前開始傳了？就是真正要理解這個事兒的人，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去布局了。咱們國家你知道嗎？就很多事情它都是提前幾年。
最晚也提前幾個月。他們在告訴你封關機會的時候，同時就告訴你，兄弟，你就是韭菜。海南封關，雄安新区、振兴東北、開發西北、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自貿區、南水北調、東電西輸、長江三峽、珠海大橋，還有哪些偉大的項目？從雄安新區的鬼城空檔到一帶一路的債務潮湧，10萬億晶片工程彎道超車卻遭遇制裁，再到北京證交所、亞投行、中國製造2025、千人規劃、房地產、扶貧工程、節能減碳、一國兩制等等，這些推動的所謂大戰略，不但最終淪為爛尾，還加快了中國經濟走向衰退。如今，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累累，資金鏈斷流，房地產市場泡沫正在裂解，海南封關走向爛尾也成了必然。如果習大大只是口號喊得響亮，做得保守，沒有全國性的體制改革，1000多萬的海南人恐怕只會淪為當局的犧牲品。三亞市大悅城非常大的一個商場，沒有人呀，現在都已經是7點多了，12月4號了，沒有人來三亞了，涼涼了。今年的生意難做，但是我沒有想到今年的生意居然這麼難做，免稅店都沒有人。昨天我去一個我比較喜歡的餐廳，裡面就幾張桌，我可是12點半去的，正是飯口的時候都沒有人。我再回來看我家小區，我去交物業費的時候，一看大幫老頭老太太在打麻將，哎呀，我心裡又拔涼拔涼的。三亞以後就成為一個中轉站了，所以我不得不考慮我這個店後期的運營該怎麼辦。你們發現沒有，海口這個城市的現狀就是出去洗腳按摩的人越來越少了，繁華的步行街道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幾個人，就連賣牛肉麵的都說不加牛肉的人也是越來越少。我一個在海口做野生山貨的，賣靈芝我也好不到哪裡去。那新客戶到底去哪裡了？我在店裡搞的一些團購活動打骨折，他們當作沒看到一樣，都沒有人過來圍觀的。那難道海口的現狀就這麼糟糕了嗎？今年來海南的人真的不多，我去了陵水、樂東還有東方，甚至我不也在三亞做公寓和5日遊嗎？我家亞特蘭蒂斯公寓那邊400塊錢一天，你猜怎麼的？1280。現在收客率也不是那麼很多，一天也只有4、5輛車。如果要說康養呢，東方的康養、樂東康養，今年市場真的很差，有幾個朋友在做哈。這位女博主表示，她自己經營的旅遊公寓，特別是海華島的入住率情況呢，也不是很理想，只有過去的1/3。她感慨，現在海南物價飛漲，街上變得是冷冷清清的。雖然每天可以接到超過70個諮詢電話，但一聽說價格，第一個反應都是表示太貴。以前幾乎都沒有這種現象。以前沒有這種形象，可能是現在人賺錢越來越難了，真的不捨得花了。甚至有些人說啊，我有點錢，我都給補貼給兒女車貸房貸。我也是這樣子的。哎呀，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